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领土主权永远都关乎着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利益，其不容侵犯也不容践踏。对于中国来说，祖国的统一问题是中国最核心的利益问题，这关乎到中国能否实现真正崛起，更是两岸几代人的夙愿。在中美激烈对抗的当下，美国也十分清楚，只有在涉及中国最核心的利益问题上挑衅，才能最大程度的搅乱中国局势，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但是我们知道，往往风险是同收益成正比的，也就是说，美军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挑衅，风险代价很大。碍于美国频繁的挑衅举动，我们想当然的以为中国肯定率先拿美国开刀。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一次中国罕见开刀，但不是美国，而是另有其人。不久之前，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仍然公开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除此之外，这个人口不足300万、经济总量仅为上海市1/6的弹丸小国，不仅自己挑战中方红线，还撺掇别的国家。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在接受采访时高声疾呼支持台湾不用害怕，并向中国挑衅地说道，即使挑战中方主权，也会活得好好的。言外之意，在立陶宛看来，他们不必为他们的挑衅行为付出代价，中方也不会有所行动。但是中方的打脸立马就来了，在立陶宛做出一系列错误做法之后，后续来了。中国外交部8月10号宣布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而不仅是中方撤出本国的大使，中方还要求立陶宛方面立即召回自己本国的大使，似乎在说让你的人滚回去。那这件事情究竟有多严重呢？我们知道，一国向别国派遣大使有表示友好的意味在，反过来说，召回大使和驱逐别国大使就意味着两国交恶。从中方这次回应来看，中方大有同立陶宛断交的趋势。这一幕在中国外交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一直以来中方都以友好姿态示人，积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像如今这般极为少见。某种程度上来说，中方这次回击既打击了立陶宛的嚣张气焰，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我们知道，立陶宛之所以敢如此反华，背后一定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默许。那么毋庸置疑，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未来这种事情只会更多。而此时立陶宛的挑衅或许也来得正是时候，这给了中方一个杀鸡儆猴的机会，帮助中国重建了威慑力。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中方的这次回击意义非比寻常。自从美国全面针对中国开始，就不断从外交拉拢中国周边国家，试图全面围堵中国发展。但是可惜不少国家却不吃美国这一套，而在这其中，韩国算是最为知名的了。毕竟韩国之前也算是美国马仔之一，结果却拒绝了美国，着实令不少网友心情舒畅。不过随着美国一步一步的加大筹码，韩国似乎也开始动心。而之前美韩公布的联合军演活动就带着这样的意味。当时不少国人对韩国就这样似乎要倒向美国的举动做了分析，大多数人都直接表示韩国这一步路完全选错了。不过即便如此，美韩军演也是板上钉钉的，根本就无法改变。当然中国人也根本就没想过去改变事实。不过没想到，这本是国人随口说说的言论，在美韩军演在即，却被韩国总统候选人当成了证据，给中国扣上了一口大锅。据环球消息称，就在8号，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总统候选人、前监察院院长崔在亨公开表示，不能容忍中国作为第三方对美韩是否举行军事演习指手画脚。这话一出，着实令人惊讶。中国什么时候对美韩军演指手画脚了？又什么时候说过不让美韩进行联合军演了？作为一国总统候选者，如果竞选上了，那就是一国总统。就这样罔顾事实，随便对其他国家进行抹黑的总统，韩国怕不是要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位总统候选人放话之前，韩国74名议员公开呼吁要推迟和美国的军演，表示这很有可能会让本就岌岌可危的南北关系更加危险。而总统文在寅也对此表示了赞同意见。就这一点来看，韩国内部其实更多的是不想掺和中美问题的声音，所以才会选择暂时不和美国进行联合军演，甚至可能直接放弃和美国军演，以此来避免继续掺和进中美问题，防止韩国变成下一个乌克兰。但是可惜，韩国国内有人不同意。就比如之前那个最年轻的在野党党首公开插手现香港事务，以及如今这个总统候选人，而这也就有了韩国总统候选人直接给中国扣上了一口干涉韩国内政的锅。在这中间，或许有美国的指使，也有可能就纯属这位的个人私心。但不管是崔在亨争取美国的帮助，获得韩国的总统职位，还是美国用总统职位给予利诱，其中的利益纠葛都是少不了的。最后，中国这一波还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不得不说，如果韩国下一任总统是这样的，那还真是一件悲哀的事。中国有句话说得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韩国可要好好的把握分寸了。
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7号，美国传统政治网站国家利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将被重塑》的文章。文章作者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马克卡茨。该美国专家认为，旧世界的秩序正走向终结，已经有5个迹象能够表明美国霸权正在走向死亡。第一，自21世纪以来，美军的长期对外战争往往是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却无法取胜。这意味着美国引以为傲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久攻不下，被迫撤离，这直接动摇了美国军事霸权在全球的影响力。第二，在多次全球重要争端中，美国都无法有效发挥其预设或者说宣传的影响力。比如在2014年的俄乌边境争端，俄罗斯悍然出兵克里米亚半岛，利用西方宣传的选举投票，成功将其收入囊中。而美国嘴上说着威胁战争，但最终却没有做出符合外界预期的反应，这一点动摇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暴露了其虚弱的内在状态。第三，美国引出了叙利亚、利比亚等众多中东地区的战乱局面，但尴尬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冲突中并没有完全由美国主导，其他国家如俄罗斯、伊朗的加入，让整个局势走向复杂化，而美国却无法有效控制住局面，这让美国处在了一个问题制造者的境地。第四，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采取了大量的遏制措施，却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反而导致对手进一步壮大。各项事务处理上的对比，让美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第五，在特朗普时期，对美国的外在形象造成了致命打击。即使拜登上台后，准备恢复与盟友们的关系，却依旧没能阻止自己的盟友反而与对手亲密合作。可以说，美国在此时的国际影响力依旧所剩无几。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霸权走向死亡，其实根源是国内问题严重，当权者中没有政治家，甚至连个政客都没有，基本上是一群政治流氓，为追求关注度，强行扭曲事实，破坏他国关系，也不在乎这是否会对国家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去工业化的后果凸显，美军就军事科研成果来说，基本都是在吃冷战后研究项目的老本。21世纪以来，美军的军事研发项目经常性延后和超支，要么就是制造出来之后问题一大堆又无法填补，空耗经费。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光是美国霸权走向死亡，更是美国本身或也无法幸免。在8月10号，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公开表示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也要求对方立即召回驻中国大使。这在新中国建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外交言辞，很快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原来，立陶宛在近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突然主动挑衅我国台海问题，在中国外交人员多次交涉之下，依旧选择宣布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从过往今来所有外交案例来说，一个国家公开承认对方国家的2个代表不同立场的外交关系，就已经是准备与另一方进行断交的准备。而从事实来看，立陶宛显然是有意为之，是在我国外交人员多次交涉以下才进行的行为。也就是说，立陶宛早就做好了与中国断交的准备。既然如此，那就带上你的人滚出中国。沿用我国战国时期法家韩非子的话来说，国小而不触卑，无礼而侮大邻，贪鄙而浊交者，可亡也。简单来说，就是傲慢自大又不知悔改，不思进取，不清楚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就公开得罪强大国家，这种国家必然灭亡。这个话套在立陶宛身上显然是适用的。总国土面积 6.5 万平方公里，甚至比宁夏还要小1000平方公里，不知道天高地厚却来挑衅中国。甚至立陶宛副外长曼塔斯·阿多梅纳斯公开叫嚣，不会害怕，就算支持台湾也能活得很好。难不成还活在15世纪，还沉浸在自己历史上唯一一次的辉煌时代？当年立陶宛大公国纵容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波兰、俄罗斯东部等一系列地区，是13世纪到15世纪除俄罗斯以外欧洲最大的一个国家。但这么个国家，立陶宛人也没守住，与莫斯科公国4次战争，被打得疯狂割地，把莫斯科送给了沙俄，而国力大幅衰落之下，最终被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彻底瓜分。也就是苏联时期，立陶宛才被可怜的还了一小块地区。中国也不是200年前的大清，不会放纵这些莫名其妙碰出来抖机灵的无耻政治流氓。我国初步召回大使不过是第一步，后续显然还有一些制裁手段，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出头鸟。值得注意的是，有观察人士指出，白俄罗斯与立陶宛近些年来颇为不对付，经常打开国门送一批中东难民去立陶宛边境，给立陶宛折腾点内政问题。如今这个情况，中国完全可以帮助白俄罗斯好好建设一点基建，至少路要修得好点，方便难民们能够大规模涌入立陶宛。